Hello， 欢迎收看荧光笔工作室，我是莹莹。那各位，你们现在呢，可能是一边在滑着你的 TikTok 啦、Instagram 啦、Facebook 啦，在看着我们的 highlight 的，对不对？但是你知不知道啊？你现在滑的社交媒体，他们很可能需要跟政府申请 License 才可以继续在马来西亚营运哦。最近呢，我们的这个通讯部长法米就宣布了这一项让很多人大吃一惊的新规定。他就说啊，凡是拥有超过800万用户的社交媒体或线上通讯平台，都必须要向政府申请 license， 也就是执照啦，并且呢，在1月1号起呢就开始生效实施。简单来说呢，就是政府要对这些大型的社交平台进行监管的意思啦。而且呢，部长呢还非常的乐观的说啊，那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呢，原则上都已经同意了申请license了的，甚至呢还有其他的国家的这个政府听到之后啊，还特地跑来请教我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听起来呢，马来西亚是领先全球的意思啊，与有荣焉，对不对？不过呢，在我们录这一集节目的当下，我们其实还不确定啊，会不会在播出的时候还有起什么样子的变化？因为现在还是风头浪尖嘛，或许呢，在播出的时候呢，才会有比较明确的发展和结果。那话不多说了，今天我们就来帮大家整理一下下，为什么呢？本来提倡媒体自由的安华政府要这么做。首先，在推出这个新制度之前呢，政府到底是怎么管理网络媒体的呢？其实啊，是依据2000年的这一个通讯与多媒体准证豁免法令，顾名思义呢，就是豁免这些平台呢申请执照的意思啦。但是呢，豁免归豁免哦，政府呢还是会透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也就是 MCMC 负责监管，确保的这些平台呢不会滥用来违反马来西亚的法律，比如散布假新闻啊、诽谤啦、色情内容啦、诈骗广告等等。MCMC 呢还可以要求平台啊删除类似的有害内容，又或者呢是直接关掉违法的网站。那政府到底封锁过多少违法的网站呢？根据数据哦，从2022年的1月1日到今年的8月1日啊，总共有10423个网站因为违法而被封锁，而当中呢有90%呢是属于网络赌博、色情内容、侵犯版权、诈骗或非法投资以及卖淫活动。好啦，封锁这些内容呢，好像也无可厚非，对吧？可是呢，又有另外一份报告表示啊，政府对于社交媒体的管控已经越来越严格。比如说，像是去年呢，马来西亚政府要求 TikTok 删除的内容次数啊，竟然高达2202次，而且呢，还是全球 No.1， 排第2名的澳洲呢，也才651次而已。所以呢，也有舆论呢就开始担心说，这是不是代表政府已经开始侵犯人民的言论自由了呢？当然，我们大家都是社媒的用户啊，可能一个人有好几个 account team。那我们也是知道啦 ，Facebook 还有 TikTok 上面呢有很多很可怕的假新闻或仇恨的讯息。政府如果发现这些有毒的内容而要求平台下架，应该也没有错吧，对不对？而且呢，之前啊，政府也尝试呢在保护言论自由的同时，建立一些措施来打击假新闻。比如建立事实查核网站 Sebenarnya.my， 还有 MyCheck.my， 甚至呢还想要建立一个人工智能网站来辨别假新闻和打击诈骗。乍听之下呢，政府已经做得很好了，不是吗？那为什么政府还要这么硬推如此有争议性的新 license 呢？为什么政府要这么做？政府的官方立场呢是很简单的，他们想要打击难以管控的网络犯罪，像是网络的这一个诈骗啊、网络的犯罪啊、网络的霸凌啊，以及对孩童的性暴力等等。政府呢也很确切的举出了一些让人很难反驳的例子，比如说政府就说啊，有很多的犯罪行为都已经转移到网络上了，甚至呢就有人试图在 TikTok 上面贩售婴儿，而且呢之前还有网红啊，因为忍受不了假账号的网络霸凌呢，而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大马在2020年青少年网络霸凌方面排名亚洲第2，有28%的青少年受过网络霸凌。而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在去年就接到超过3000宗和网络霸凌有关的投诉。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些数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并不包含那些不时上演但却没有被举报的网络霸凌案件。另外呢，政府也希望呢，这个新制度可以确保社交媒体公司呢禁止13岁以下的孩童注册账户，因为呢，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啊，其实可以很轻易的规避到这一些限制，结果呢，就让很多有恋童癖的犯罪分子呢有机可乘。而且呢，政府呢也公布手头上的这个资料，目前呢，社交媒体的内容合格率最高的呢是 Instagram 有88分哦，最低的是 X 或 Twitter 只有25分，其他的分数是这样。
政府呢还强调，未来的人工智能还有这个 deepfake 啊，就是深度伪造的技术呢，将会越来越普及，到时候的危害呢更是难以估计。其实呢，政府林林总总的列出这么多的资料，无非就是要跟我们说，新法律可以保障人民使用网络的安全性，避免社交媒体平台被滥用。平台们呢，为了要保有执照，就会更负责任，也更主动的删除有毒的网络内容。那你觉得政府这样的政策逻辑是 work 的吗？留言让我们知道。左手放宽传统媒体，右手收紧社交媒体。其实呢，安华政府上台之后呢，就开始推动媒体评议会 （Media Council），这是一个呢由媒体人组成、没有政府干预的自我管理的机制。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媒体自己管自己，而政府呢也不必插手，以避免呢被指责说当权者在打压媒体。那其实呢，这个机制啊，早在1970年代呢就已经被提出了，而我们用了足足50年才开始有一点点的进展哈。但是呢，传统媒体这一边算是进步了，可是另外一边呢，就是社交媒体却开始面对充满问号的这个执照制度。连 Bercy 也说要求社交媒体申请执照呢，将会扼杀言论自由。人权律师 Ambiga 呢，甚至批评团结政府说，他们是有史以来最专制的政府。其他的国家也有监管。那么其他的国家是否有管理社交媒体的这个相似法律呢？有是有的，但是呢，并没有执照的制度，而且呢，大家的法律也不太一样。那我们帮大家挑选了几个国家可以给大家参考参考的。第一个是英国，英国的这个线上安全法 （Online Safety Bill） 主要呢是针对社交媒体上面的有害内容，加强社交媒体的问责机制，以及保护儿童的网络使用安全。下一个是斯里兰卡的在线安全法 （Online Safety Act）， 主要是监管网络平台还有社交媒体，以打击网络犯罪、网络霸凌还有假新闻。接着就是我们的好邻居啦，brother，OK， 新加坡的假信息与网络操纵法案 （POFMA）。政府部门呢可以要求社交媒体删除或标记假新闻。最后呢，则是土耳其的社交媒体法 （Social Media Law）。这一条法律呢就更直接了，它的目的呢是要加强政府对社交媒体的控制，甚至呢，它也要求平台必须在土耳其设立本地的代表。虽然呢，之前我们的这个通讯部长法米就信誓旦旦的说那些社交媒体平台都 OK 好了，他们呢都愿意申请执照。但是今天就是我们录影的今天就是8月27号的最新发展 ，Google、Meta、Amazon、Apple 等科技巨头都已经联署致函给首相安华，要求他喊停这项计划。他们觉得这个计划行不通，因为呢规定不单只是复杂，也不符合成本。他们也认为执照制度会导致过度的审查，因为平台将采取宁可错杀100，也不肯放过任何可能的方式，避免自己承担任何的法律后果。他们也建议政府呢，可以考虑采用类似于纽西兰的这个网络安全与危害行为准则，让平台呢采取自我监管的模式。好啦，讲到这里呢，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如果正面一点来看的话呢，政府应该是在努力的去寻找的一个平衡点，既要管理好社交媒体，但是呢又不要过度干预言论自由。但是社交媒体的申请执照的制度一旦推行，我们又要如何确定政府不会滥用来控制媒体呢？或许呢，今天的安华很好，很尊重媒体，不会胡乱的去撤销执照。但是在安华之后呢，下一任呢，或者是下下任呢，这才是我们所有人最担心的关键，是吧？不知道对于今天的这一个科普呢，大家看完了之后呢，有什么样子的看法，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或者是你们有观察到马来西亚的社交媒体有什么样子的现象是非常令人忧心，或者是觉得特别好的吗？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呢，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们一国米工作室呢是专门做跟马来西亚有关的这一个无论是文化历史就是社会等等相关议题的这个知识型频道。如果你喜欢，想要看到我们更多的影片的话呢，可以 follow 我们 subscribe 我们，加入会员，或者是把我们的影片share出去，也都功德无量。我是莹莹，下次影片再见，拜。